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。那现在的时间呢是4月22号的下午。那大家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，应该已经是4月23号的晚上了。那4月23就是 Sony 他们这个睽违许久的这个 A9 的下一代接续产品，旗舰款的 Theater Quad 这个家庭剧院组合它上市了。那这次呢，我在21号，就是昨天礼拜天。我有去听他们的一个算是抢先发布的鉴赏会，那他们有请这个音响杂志的主编来做一个导聆哦，所以我现场有看到这个 Theater Quad 的一个外观，然后稍微听一下它的声音，然后有稍微聊跟他们的 Sony 的一些就是算是技术的人稍微聊了一下，那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所看到跟听到的一个感想。当然，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开箱，因为明天23号到货嘛，所以我们会把它拆开来展示。那大概需要1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测试。然后一样，我们之后的长影片会分享说这个A9的一些设定的参数，然后听觉的一些听感的分享。那还有一些细部的细节，我们会在后面的长影片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。但这次大家就当做一个吊人胃口的前导影片这样。好，那最重要就是我第一眼看到 Theater Quad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它真的是薄了许多。当然体积上来讲，因为它其实你说它变小嘛，就它还是有一个宽度，你可以把它想它就是一个正方形。然后它的深度呢，大概有2个10元硬币，就如果我有拿相机还有10元硬币去把它做一个比例尺的对照，然后它的整体的面积，如果用身边熟知的比例尺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像是 A4 纸的长度嘛，那样去围成一个正方形哦。那就是我对于Theater Quad 的一个第一印象。然后它的脚架就是有分，就是它是一款通用型的，就是可以拿来当做壁挂或者是桌放。那我觉得那个外形整个做起来质感也还不错，整个放起来是，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占空间的啦，真的是很不占空间。然后壁挂在墙上那个间隙也真的是，我觉得那样空间布置起来会更省空间，更好看。好，那讲完了外观哦，还要讲的哦，它的这一代的小黑盒啊，我觉得也有变大，那个变大比例的感觉就像是缩小版的 Mac Mini 跟 Mac Studio。有点像是那样的变化，就是新的小黑盒它变比较肥了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原厂有讲说他们在新一代这个 Theater Quad 其实有改善了A9 的，像前一代有人说 A9 有时候会断线嘛，那这次他们就讲说他们用上了双天线以及自动跳频的一个系统，让它在无线的连接上更加稳定。那当然，其实我们在之前所贩售的 A9 里面，真的很少数的状况会遇到，就是有算是无线连接断续的问题，因为其实在并不是没有遇到过，有遇到过，但是其实 A9 它里面有个功能叫做手动的跳频嘛，那你在做完那个之后，基本上你的任何断续的情况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哦，所以其实这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困扰，但是在这一代依然 Sony 他们就是把这一部分给它做到了更加的完美这样子。好，那讲到外观，接着讲到声音嘛。声音我首先讲一下，就是这次你看他连那个音响媒体的一个总编都来为他导聆哦。那我跟你讲，通常音响媒体的总编他们是见过很多大风大浪的，就是他们器材都用几百万、几千万这样子。那你没有听错，就几千万。现在器材已经通膨到连几千万都有这样，那就是所以他们来讲这个。音响是很就是不到10万块的一个音响设备，对他们讲是很难得的。但是基本上这个音响媒体的总编呢，他有说他觉得这个Theater Quad， 他觉得就算以他们这种不太碰3C 产品的人来讲，他依然是可以很快的设定完毕，操作的很方便。那音质来讲，他当然他没有去说多夸张的去赞美啦，但我觉得基本上就算他只要持平的去评论这个 Theater Quad， 我觉得都是对这个产品的一个实质上的鼓励的这样子。所以以我来讲，我的听觉感受，我觉得从 A9 到 Theater Quad， 我觉得改变最多其实不是一些环绕感受，就我第一印象不是这样子。那当然可能现场空间的关系，就是没有让我感受到很大的环绕的差异。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音色感受的变革是在它的背景音乐
听音乐的一个质感，或者说电影里面有背景的一些伴奏音乐或音效的那个质感，都变得不一样了，变得更加的真实，更加的立体。那我觉得大概也是因为这次的 Stewart Quad， 它采用了一个3单体的高中低音的分工合作，那让它的音色来讲，就是在一些伴奏的部分会变得更加的细腻。那同时有人会觉得说，薄型化的设计会不会让低音变得更少？我有稍微听一下现场的 Stewart Quad， 因为他们的 Sony 的全新的 APP 要到23号才正式上线，所以他们当天是没办法配重低音去播放，就是没有配 SW3， 也没有配 SW5。我单纯听它的人声的厚度，我觉得其实是有比 A9 再更厚实一点的，就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。因为我原本想说，这个 Stewart Quad 它变薄嘛，那它的箱体的总容积应该还是比原本的 A9 小，但是听起来其实它声音的厚度是没有减少，甚至有比原本的 A9 再更好一些这样。所以基本上我目前看到这个，当然它现场是配了一个 Sony Z9K 的一个电视啦。那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整体的效果可能就不太准确，因为大家知道 Sony 的 Z9K 的电视，它是一台 8K 的将近50万的电视，然后它的那个电视喇叭，那做的，我敢说那个人声跟一些乐器的质感，基本上有市售1万多块Soundbar的一个等级。当然低音是没有到那么夸张，但是人声的质感我觉得是有的这样子。所以当然真实的感受还要到我们试听室，到时候也不是到试听室，就到我们麦斯音响来做实际陈列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来听听看。那我接着就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Sony Stewart Quad 的一些照片吧。那其实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会开始正式的展示这个 Stewart Quad， 所以欢迎任何有兴趣、想看的、想体验的观众朋友，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来我们麦斯音响体验。然后他们有说，现在的话，这个都还是属于缺货的状态，就是只有先展示。那正式的货要到的话，好像要到5月吧。所以以 Sony 的惯性，大家都知道，就第一批的货都来得很少，所以想要抢先体验的，就要赶快来做预购这样子。好，那我是 Alan，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